不管早高峰还是晚高峰的地铁上，几乎有80%的人都在盯着手机屏幕，有的在刷短视频和短剧，有的在看直播，也有人只是在机械性的滑着手机。现在人的颈椎是真的强啊，一天到晚不抬头，上班是低头族，下班在地铁上还是低头族，连走路都要低着头看手机。每次在地铁上看到大家都这么做，我反而会思考，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呀？或者说手机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让我们毫无目的的在滑？今天的视频呢，并不想说短视频是如何毁掉你，而是它到底怎么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我们对时间、消费、注意力的感知。我们的大脑已经被短视频调教得像条哈士奇一样，稍微没点刺激就开始变得躁动不安。原来大家说人上了年纪会喜欢慢节奏，现在不管你是几岁，都得把1-2分钟的视频调成2倍速才觉得不浪费时间。以前电视剧30集，一集一集的追，现在呢，同样30集的剧情，最好是压缩成2分钟的讲解。现在啊，不仅仅是看短视频，还沉迷于短剧中。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位老爷爷看短剧的表情，简直不要太入迷了，真的是能做到头也不抬，可能连自己坐过站了都不知道。以前还觉得年轻人刷短视频的多，父母还会指着我们一直看手机，现在变成了退休的中老年人，还有边看边带娃的家长都开始追这种无脑的爽剧，剧情仿佛就是甩巴掌、撕被赶出家门，脑子里想的都是恶毒婆婆、亿万总裁和失忆的千金女主。这种短剧实在是太让人上头了，上头到让你忘了做饭、忘了学习、忘了睡觉，时间就这么没了。这些短剧呢，到最后都是让你付费的，就是等剧情到高潮的那一刻，就会跳出来要求扫码支付才能继续看。这种先给你免费试看，吸引你，在你最想知道下文时掐断剧情，让你付费解锁下一集的套路，真是又聪明又恶心。这种模式的设计呢，就是说明了资本已经学会利用你大脑的情绪节奏，将消费捆绑在一起。就好比家长给孩子买了一块糖，孩子吃了一口还没吃完，就嚷嚷着想要下一块，不给就要发脾气，这就是被情绪调教后的状态。只要前面尝过了甜头，后面就会一直想要继续获取快感。当我们在吸收这种内容的同时呢，大脑早就不是在休息了，而是在快速运转、快频接收的状态里。长期关注这种快节奏、强刺激、低门槛的信息内容，会让我们逐渐失去对慢的耐心。甚至连专注阅读一本稍微复杂的文字都变得困难，脑子也变得不会思考，满脑子想的都是热搜上的哪条梗、哪句流行词。真的不要小看这些娱乐放松的东西，我们以为是在用手机，其实很多时候是手机在控制我们。短视频就不是单纯的娱乐工具了，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，甚至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。你的注意力已经成为了平台最值钱的东西，你的时间和精力都在被贱卖，所以才会有现在的娱乐消费的内容出现。每天花几个小时刷短视频，里面的内容剧情全靠扯，对白全靠吼，但你偏偏能一口气看完10几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大脑习惯的就是那种1秒一个刺激，5秒一个情绪爆点的节奏，它是在不断刺激你，榨干你大脑的警觉性和理性。这样的内容长期看下来，人会变得没耐心、没判断力，只会对简单和直接的内容感兴趣。这种习惯形成之后呢，消费行为也会跟着改变，你也会越来越追求及时满足。以前啊，我们看电视、看杂志都是有门槛的，内容都是在投放前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编辑审稿，讲究基本的审美和逻辑。现在的一条短视频本身就是广告，评论区也都是水军、营销号在打暗管。这就像一个信息加工厂，你的脑子被训练的只吃快餐没营养，那自然就不会分析你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东西，值不值得这个钱，有没有更好的选择。以前我们买个东西还会对比几个品牌，查测评看成分，现在只要看到封面图足够吸引，博主讲的够有说服力，价格也不贵，你的大脑就会跳过思考这一步，直接下单购买。慢慢的，你的消费标准也变得越来越低，你不再去思考
这个东西能用多久，而是先看这个东西的评价。你的购物决策几乎是靠别人在视频里怎么说，因为你已经懒得去判断什么是真正的有用，只要别人说好用，你就觉得它有用。现在人的真实生活写照就是脑子还没醒，手已经在滑手机了；晚饭还没吃，今天的精神粮食已经吃饱了。一整天下来没做什么正事，可这个浏览记录倒是能写篇论文那么长了。你看到一条视频的前5秒在给你制造焦虑，你还在用这种方式整理衣柜，下一秒就告诉你花钱买下这几件工具就能拯救你的衣柜。那么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大脑开始习惯这种节奏，快、碎、有刺激、有反馈。可问题就在这儿了，你的注意力是有限的，它就像一块电池，一直这样用，它就会没有机会充电，反而会在每天零碎的时间中消耗掉。你没发现吗？你越来越没有耐心，容易焦虑，也很容易对日常的琐事感到烦躁。我们再也没有办法长时间去专注做一件事情，比如坐着好好看完一篇文章，看完一条1个小时的视频，读完一本书，这些事啊都会让你觉得累，会不耐烦，会忍不住掏出手机。请告诉我，有多少人曾经做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，看到一半会拿出手机来回微信，甚至还会一边看着手机上的视频，一边又盯着电视或者是电脑上的内容。这么做看似是一个脑子能两用，但事实上你无法专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，左耳听进去之后，右耳出来就忘掉了。再来啊，是你原本打算今天健身，打算整理家里，写点东西，看点书，正因为你滑手机过于上头了，就开始说服自己，算了算了，还是明天再说吧，晚一点再做吧。1次2次没问题啊，这时间一久，你会变得做事越来越拖延，也是越容易被再说吧这3个字拖累你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很快的年代里，但人呢本身不是机器，脑子也不是服务器，信息再快，生活的本质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去一点点体会、选择和思考。该看手机还是会看的，但凡你学会有点意识，有点警惕自己是不是又被节奏推着走了，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让手机成为我们的主人，好吗？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的最大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